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2月22日啊。今日講下人口問題啦。因為咧，我第一本寫嘅書咧喺2002年嘅時候咧就寫嘅。嗰本書咧就係講清朝嘅人口同經濟嘅關係。嗱，明朝嘅人口約1億人啦，去到清朝高峰咧有4億人口，人口增長咗幾倍。咁咧 GDP、GMP 咧睇落去就好似好理想咁㗎，國力亦都強大咗好多嚇。因為咧喺康雍乾盛世，人口啊激增喎。中國咧經歷咗數十年嘅戰亂，康雍乾盛世咧就係平靜咗落嚟啦，本土嘅戰亂較少啦嚇。咁所以人口喺個時候激增。咁但係咧面對咗一個問題啦，人口有增長咧，但係人民嘅生活就冇改善嘅。點解咧？因為有增長而冇發展。我20幾年前咧就已經引用咗呢個 involution 內卷化嘅理論去解釋中國經濟問題。因為當人口增加咗，但係你可耕地咧就增加唔到，咁所以咧人口增加，就有增長啦，經濟有增長啦。但係咧啲人嘅生活啊冇改善喎，就因為可耕地增加咗，勞動力增加咗，工資就係相對下降咗，物價亦都飛升咗喎。因為人口增加，所有嘢嘅需求就增加啦，但係供應就追唔切，因為中國係農業社會啊嘛。咁啊，可耕地係唔可以突然間爆炸式上升㗎。咁所以人口勞動力又增加咗，人多就命賤，結果啲人咧就係越嚟越窮喎。呢個就係當日清朝嘅發展。咁所以我對人口理論咧係有啲嘅理解嘅，有啲掌握嘅。咁啊，世界上都係咁樣噶。通常咧，人口增加嘅地方，生得越多嘅地方啦，有幾個特點。第一就係啲人窮啦，譬如話喺印度或者係非洲，啲人就係咁搏命生。喺中國古代啲人係咁搏命生，因為咧出生率咧雖然係高喎，但係死亡率亦都係高喎。所以窮嘅地方啲人咧就係因為咧會夭折啊，或者養唔大啊，啲人係咁生。而咧因為窮嘅地方咧，佢冇乜其他技術啊，所以勞動力就係一切啦嚇。咁啊，越多人幫手耕田，越多人幫手出去打工，屋企嘅環境咪有改善咯。所以落後地區嘅人口咧，出生人口咧就出生率往往係高嘅，呢個第一點。富裕地區嘅出生率嘅人口咧，往往係低嘅，係因為人越富裕咧咁啊越遲婚喎，越富裕啦。讀書嘅年齡啊，教育嘅水平就越高。你教育水平越高咧，你梗係讀完書畢業之後出嚟一段時間，你先至會考慮結婚噶嘛。咁所以咧，越富裕嘅地區咧，嗰啲人係越遲婚，越遲婚出生率就越低啦。尤其是女性嘅地位越高啦，變成咧出生率咧亦都會越低喎。呢個係第二個特點啦。第三個特點咧就係有一啲富裕國家，譬如話北歐、芬蘭嗰啲咧，佢哋咧本來個出生率已經下降咗噶啦，但係咧由於政府嘅政策介入，或者係呢個嘅北歐被譽為係世界上最快樂嘅地區嚇，芬蘭係世界上最快樂嘅國家，當然佢哋自殺率都高嘅。呢個同嗰個天氣陰暗日照時間太短有關係啦。但係普遍啲人都係快樂嘅。當越快樂嘅時候咧，佢哋會越考慮生多啲喎。所以咧有3個特點嚇。第4咧就係飢餓人口理論啊。飢餓人口理論咧，我22年前嗰本書咧係咁樣寫，當時咧就引用到一個巴西學者卡斯特羅嘅解釋。咁啊就係當你嘅蛋白質攝入越低啊，因為卡路里同蛋白質攝入越低，就越唔飽肚啦。當你越唔飽肚嘅時候咧，你就好多時候咧會投射到性慾去取代食慾啊。所以咧越飢餓嘅人咧就越做得多，越做得多咧佢哋越生得多，尤其是避孕咧冇咁發達嘅地方。咁但係以上呢4個理論咧都解釋唔到咧今日要講嘅新聞。今日要解釋嘅新聞咧就係呢個 BNO 移民。BNO 移民咧去到英國1年啊，竟然可以生到2100個細路，咁啊出生率咧係1.04%，比起香港在地嘅出生率咧喺香港本土係0.44，係高咗1.4倍。咁呢一個係好誇張啦，高咗好多。其實應該唔止高1.4倍，應該高2點幾倍嘅。咁我一陣間會解釋下啦。因為咧申請咗 BNO Visa 嘅人有20萬，然後咧去到英國本土起碼15、16萬，咁但係仲有人回流喎。我當有1成有回流，都係得翻13萬人留翻英國嘅啫。如果2成回流咧，哇咁可能得翻10鬆啲萬留喺英國嘅啫。所以呢個數字咧係遠遠被低估。咁我自己咧都有好幾個朋友喺英國生咗 BB 嚇，咁佢哋都係細我一啲年紀啦，可能同我其實都係我太太嘅朋友啦。佢後生啲啊嘛嚇，佢哋係即係嗰個年紀咧就更願意生。咁因為移英港人裏邊咧，
最後生都30零歲啦，97年前出世係英港人，咁所以咧大部分咧其實都唔係呢個嘅適婚年齡或者生育年齡嘅，所以呢條數咧一年生2000幾個 B 咧，呢個係好誇張嘅數據。咁點解會一年生2000幾個 B 咧？嗱，咁當然啦，有啲人就解釋啦，可以用新移民理論去解釋呢個 New Home Theory 新移民理論。咁啊，新移民理論咧，大陸人咧嚟香港都會願意生啦，係咪？咁然後咧，伊斯蘭教嗰啲人咧去到英國都更願意生。其實英國本地人都好願意生，我識好多家長咧都生3、4個啊，都好願意生。咁啊，但係咧，往往新移民咧就會比本地人更積極地生，呢個就好容易解釋嘅啫。因為咧，點解啲人會移民啊？梗係由一啲冇咁好嘅地方移居去一啲好啲嘅地方啊嘛。呢個冇咁好可以係經濟啦，所以有啲尼日利亞、斯里蘭卡嗰啲會移民去英國。冇咁好嘅可以係經濟，第一，第二可以係社會環境、政治、新聞自由呢個言論自由、安定，我心安處是吾家。你由一個冇咁穩定嘅地方去到穩定嘅地方，你梗係願意生。第三就係福利啦，由一個福利冇咁好嘅地方去一個福利好啲嘅地方啦，你又要更願意生喎。所以大陸嘅新移民咧喺大陸因為受到政策嘅影響啦，有一孩政策啦以前咁然後咧大陸咧嗰個戶籍問題、戶口問題可能咧你本身係四川人嚟嘅，你去到廣東打工，你冇深圳籍嘅戶籍，咁你變成一個教育子女咧，你就冇辦法咧可以獲得公立學校嘅教育喎，所以佢哋喺大陸就唔願意生。嚟到香港唔同啊，香港即係有戶籍有戶口，佢哋就喺香港係咁生，就算冇生雙非都係咁生。咁所以大陸人嚟香港係咁生咧，就係因為 New Home Theory。舊嘅地方環境冇新嘅地方咁好，福利冇咁好，環境冇咁好，經濟冇咁好，政治穩定冇咁好，咁所以佢哋更願意生。同樣道理，香港人亦都係喎，香港人咧移英港人去到英國因為咧純粹講福利福利咧就相對嚟講啦，移英港人就攞唔到福利嘅本身，但係咧3B 咧就係有福利嘅，第一完全免費嘅醫療 ，NHS 完全免費嘅醫療，如果你啲區咧幾好嘅區咧。我有啲朋友喺牛津區生咗 B， 咁就相當好喎。第一，醫院係好大嘅醫院好先進嘅設備。第二咧，亦都係即係環境各方面都係好啦。更重要咧就係生咗 B 之後咧係有產假。香港嘅產假咧相對係較低嘅，英國嘅產假咧就高好多。香港咧大概10週至14週嘅產假啦，英國咧就有52週嘅產假。所以你移英咗2、3年啦，揾到一份長工，然後咧你就係3B 有52週嘅產假咯。英國係必須要有咁長嘅產假嘅，因為英國第一唔容易揾到陪月啦，第二未必有老爺奶奶、外父外母嚟。雖然我有啲朋友咧3B 佢外父外母或者老爺奶奶咧特登香港飛嚟陪月。咁但係唔係個個做到嘛，所以有52週嘅產假係必要嘅。其次咧，老公都有侍產假，老公咧亦都有2個星期嘅侍產假可以陪伴。咁所以呢個喺英國3B 嘅環境係即係相對係友善一啲啦。呢個第一。第二啦，奶粉因為我女而家4歲啊嘛，我細女4歲，咁咧佢戒咗奶粉冇耐嘅啫。咁所以喺以往咧，我哋買奶粉我知，英國買一盒奶粉同香港同牌子、同包裝、同重量嘅奶粉，香港咧要成300蚊，200幾300蚊睇下你邊度買啦，藥房買可能平啲啦，或者有啲咩媽咪會買可能平啲，都要200幾蚊噶啦。咁但係香港買200幾蚊，喺英國買8磅至12磅嘅買到同一盒奶粉，香港嘅價錢係貴2/3。咁所以呢度養 B 咧就平好多，而且呢度咧亦都有好多親子嘅餐廳呢個嘅兒童友善嘅廁所台灣其實都好多嘅，咁所以咧呢啲地方咧養育孩子，第一成本低，第二咧亦都較有尊嚴喎。你推住個 BB 車，我推住個 BB 車去邊度都有人幫手。英國尤其搭地鐵冇啲樓梯冇好多冇 lift 嘅，好多人咧趕住跑過嚟幫我搬架 BB 車嘅喎，即係呢啲地方3B 嘅環境咧友善好多。去公園去餐廳，往往推住 BB 車就即係優先嘅或者我孭住孭帶。咁咧，周圍啲人都讓座嘅，咁所以呢啲環境係相當友善，呢個係第2點。第3點咧就係教育啦，因為呢度嘅兒童咧3B 咧真係有個唔好處，個媽咪咧如果喺1歲至到0歲至到3歲咧，好多時候都要自己親自照顧嘅咁你可以交去托兒所，但係咧個成本好高。呢度嘅托兒所咧可能講緊成本全日咧 full day 咧就要90磅至到100幾磅一日嘅，咁即係1個月如果去咧就要
2-3萬蚊港紙托兒喎，除非你揾份工係5-6萬嘅啫，否則咧就唔係好合理啊去交托兒所。當然呢度有一啲興咧就係擺喺人哋屋企度托兒，人哋一個照顧4-5個，咁可能就平好多啦。咁但係你未必放心。我識嗰啲印度家長咧就會咁做嘅，就 group 晒喺一個印度嘅家庭裏邊，一個照顧6-7個然後每人收翻去20-30磅一日，咁都有。咁但係咧呢度嘅媽咪咧捱到3歲。咁咧3歲咧，政府就會資助1個星期15小時嘅托兒服務。咁你15小時可以係4個 half day 啦，或者2個 full day 啦，咁就可以慳翻幾百磅嘅咯，一個月慳翻幾百磅托兒費，咁都好過冇嘅，好過冇。咁但係去到5歲嘅時候咧，當佢入讀呢個嘅小學預備班咧。咁啲家長就可以出翻嚟工作㗎啦。咁呢度個情況係咁，因為英國冇家傭啊嘛，唔係好似香港咁，你請個好平嘅外勞，然後你自己出去工作，可以補貼翻個外勞，咁都可以。呢度嘅家長咧係全職家長，做父母係全職父母多，就好少好似香港大部分做家長都係 part time，屋企湊 B 就交俾工人或者外父外母老爺奶奶，翻學就學習就交俾老師，放學就交俾補習老師。英國唔同喎，英國咧係真係要落手落腳自己教養，教同養啊，養不教就父之過，教不嚴就師之惰。其次咧就係嚟到英國之後咧，即係嗰個夫妻關係啊，理論上係會有所改善嘅，因為咧根據呢個杜蕾斯研究呢個 Global Sex Survey 呢個杜蕾斯嘅研究咧，喺英國咧嗰個夫婦啊，平均咧嗰個發生關係性愛率咧係遠比香港係高好多。英國平均咧夫婦一年咧係做100至到120次 sex 性愛，咁香港咧係得70次至到80次左右嘅啫，係爭好遠嘅70次至80次。當然呢個係有年紀嘅分別啦。咁你年紀越大，相對嚟講梗係做得少啲；年紀細做得多啲。咁呢個係有關係嘅。咁但係咧關鍵就係呢個空間感大咗好多嘛。嚟到英國你空間感大，因為喺香港，喂，你住3幾百尺嘅屋，就幾個人住，分分鐘咧同啲仔女要同一間房，你梗係夫婦行房之間都係覺得好唔方便啦，勒住啦，你又驚嘈到隔離，分分鐘老爺奶奶有隔離房住，或者有工人姐姐喺度，即係你做嘅時期都唔能夠太過放縱，唔能夠太大聲。當然英國都有個問題，就係啲房與房之間咧，好多時候用嗰啲木板間可能會應聲一啲啦。咁呢個係一個問題，但係你可以樓上樓下啊嘛，咁你通常有2層或者3層啊嘛，樓上樓下就會好啲啦，係咪？空間感啊大啲，你做一啲合理嘅設計就好啲。咁呢個係其一，其二咧就係咧家計會咧，香港家計會咧都做咗個調查喎。其實就係香港咧啲人咧越做越少呢個係2023年家計會做嘅調查。香港人咧每個月平均就做3.1次，較5年前咧仲要減0.6次。第一就係工作壓力大咗啦，我覺得工作壓力大當然係其中一個原因。其次就係香港人嘅快樂指數整體都下降咗。咁咧你快樂指數下降咗咧，你冇乜心情，你梗係唔做啦。呢個係一個因果循環嚟嘅喎，呢個係一個邏輯學嘅問題，就係你做啲心情唔好，做少咗，家居環境狹窄，工作壓力大，做少咗。但係咧，因為做愛咧或者接吻都可以產生大量嘅多巴胺、安多酚嘅喎，令到個人係快樂好多嘅喎。所以咧，你越唔快樂，你就越做得少；你越做得少咧，你又越唔快樂啊。所以一個因果循環啦。係咪啊？有啲人話冇嘢做唯有做愛，咁呢個亦都係好事嚟㗎。冇嘢做唯有做愛，因為英國可能娛樂啊少啲啦，係咪啊？香港你平時夜晚可以去唱 K 啊，可以跳茶舞啊，跳下大媽舞啊，或者係返深圳啊呢個嘅去海底撈度睇下人哋跳舞啊睇一啲香港好多娛樂㗎嘛。英國相對嘅娛樂較少啦香港可以同啲 friend 打麻雀，咁呢度亦都較少喎。咁所以夫婦之間一齊睇下戲睇完戲之後燭光晚餐，然後就有時間，即係1個禮拜3次2次都係好平常嘅事嚟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會令到個生活質素提升，精神質素提升。所以而英港人可能經濟質素咧、經濟壓力咧大經濟條件可能咧因此而移咗民之後會下降咗，因為收入減少嘛。但係咧，你住個房屋會大咗，呢個客觀上係大咗啦。可以買到架車啦，養車、租屋、買樓嘅成本低咗，呢個係都係其次。仔女嘅教育環境咧可能改善咗，
生活嘅壓力質素可能改善咗，更重要嘅就係做愛嘅次數多咗，人生可能都會因此而快樂咗喎。咁當然，亦都我知道有一啲已經港人咧，佢哋未調整到心態，過到嚟之後咧，夫婦拗撬多咗，因為做家務嘅問題啦。香港家務就外判，甚至乎好多無飯主婦唔煮飯，嚟到呢度咧唔識得分擔合作啊，分工合作，咁所以變成咗做家務咧會產生拗撬，而且咧成日對住啊嘛。以前香港咧冇話家長係 part time 啊，夫婦都係 part time 嘅，因為朝頭早翻工10個鐘頭喺街度嘅。可能仲要 OT， 放工翻屋企又要瞓覺，又要教仔女，可能夫婦每日相處嘅時間得2-3個鐘，每日都係2-3個鐘嘅啫。禮拜6日有個應酬嚇，咁所以見面少，相處少，梗係拗撬少啦。英國可能咧又會多咗嘅喎，因為全日都可能對住嘛。而家好流行咧 work from home 啊嘛。如果兩公婆都 work from home，咁可能由朝到黑都對住咧，又會鬧交喎。呢個係一個事實。你要學識點樣調整個心態嚇，咁就即係男女都係啦，一定平分家務，平分對仔女嘅教育啊，咁樣咧先至可以夫婦之間咧係更加和諧嘅。如果真係好唔中意做家務嘅，就好似我咁啦嚇，買多啲咧電動嘅，譬如話盡量善用乾衣機啦、洗碗碟機。洗碗碟機真係家庭和諧機嚟嘅嚇，仲有啲自動煮食機啊，即係部廚師機。咁啊呢啲咧就可以相對咧，有時我太太出咗去咧，我自己都可以煮嘢食俾我細女喎嚇。我而家呢個全世界得我細女覺得爸爸煮嘢食好食嘅，我自己煮咧自己食咧都覺得好難食嘅，但係得佢一個識欣賞，都起碼食得落口先啦嚇。我煮我太太就就會皺眉頭㗎啦，佢心諗不如嗌外賣或者佢自己煮好過啦。咁但係都要分擔家務，仲有咧掃地拖地機械人啦，呢啲咧全部都係可以用自動化嘅方法咧，可以改善屋企嘅環境嘅。仲有呢個嘅智能馬桶啊，等等，即係咧都可以改善嘅。咁所以智能馬桶幾好嘅啫，即係尤其係冬天啦，裝我以前香港不嬲用智能馬桶啦，但係英國唔流行啊嘛，咁啊英國亦都有好多電力嘅限制啊，廁所，咁我後來想辦法咧解決咗，咁用冬天咧坐落去個暖板咧係暖粒粒咧係相當舒服嘅嚇，咁啊各方面咧都可以咧改善屋企嗰個環境，令到咧夫婦之間嘅提升。咁同樣道理啊，在港嘅朋友咧，喂，你哋出生率越嚟越低，當然係因為養育成本真係好貴。呢個係事實嚟嘅。第二就係教育，你又未必願意喺咁嘅環境底下接受教育。即係我個外甥女喺香港做功課咧，平時做到11-2點咧都好閒，有時真係考試測驗咧溫到凌晨時分，我睇到都係覺得好於心不忍嘅。咁啊，夫婦之間亦都係啦，好具張力。咁可能做愛次數真係會下降嘅。咁我自己個人嘅建議啊，即使唔係成日可以做愛，都可以保持每天接吻啦。因為咧，除咗做愛會產生多巴胺咧，接吻都會喎，係嘛？每天返工前一個接吻，瞓覺前一個接吻，最好濕吻添啦。咁咧，夫婦之間個多巴胺亦都可以因此提升，生育率未必有幫助，但係咧，你哋嘅快樂程度咧可能會因此而上升嘅。咁所以堅持每日接吻呢個，我覺得係維持夫婦之道咧一個關鍵。我送個女翻學都係雖然我而家個女去到9歲啦，佢已經咧每次我之後翻學咧都要 goodbye kiss 嘅，送到學校門口就要錫一啖。佢就係好忍住㗎啦，已經係，但係佢都會錫咁我覺得希望維持到幾歲得幾歲咧。細女而家4歲就佢錫得好大啖，仲錫到成塊面濕晒添。大女咧我都要佢錫我嘅，或者我錫佢嘅，咁但係都要學習堅持，直至到有一日咧。佢係頭也不回，咁我起碼有一個9歲或以前嘅回憶啊嘛，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所以每天做多一些，生活美好一些。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獨家嘅參考資料喎。咁啊，今次去旅行亦都係好開心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咁我本書咧去到今日咧就有呢個嘅優惠喎，呢個《泰晤士河畔》漫談歷史與政治經濟，去到23號咧有最後嘅優惠。咁啊，23號後咧就要正價訂購啦。多謝大家支持，拜拜。